北京时间早上9点半的北京大兴机场，现在已经过了边检，跟首都 T3是一样的，空空如也的候机大厅。这是浦东机场吗？整个机场空荡荡的，根本就没有人。往年这个时候是人来人往，全部是人，今年根本就没什么人了。T2的停车场空无一人，以前熙熙攘攘的停车场现在空空荡荡。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首都机场停车区。亮一下，这样的首都机场停车区，你们见过吗？近期，中共接连对欧美国家开放单方面免签。日前，当局又一口气对54国放宽过境免签，包括美、加、日、韩、澳等国，但还是无法吸收西方顾客造访。与此同时，外商也纷纷撤离中国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外国人走了，中国国际机场人流萧条这个话题。对于外国人不去中国的原因，分析认为，外国人入境中国不能登录海外网站，他们觉得很不方便。另外呢，他们没有微信支付，没有谷歌地图，几乎在中国是寸步难行。他们又不愿意下载这些 app， 担心个人隐私会被窃取。中国政府还有很多的规定，让他们觉得很麻烦。比如，外国人进入中国要在24小时之内要去当地派出所申报。北京大街上经常有人查身份证，进京公交车也要乘客交出身份证或下车查等，所以很多外国人就不来了。清华大学营销系主任郑玉煌近日发布视频表示，比较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阪国际机场人流量，可见北京首都机场 T3 国际出发候机室里人员稀少。他不禁感叹道，外国人都去哪里了？这位博主也说，首都机场是冷冷清清的。Peter 出国考察，路过首都机场 T3， 经济怎么样？贸易有没有脱钩？ T3 的状态有可能最能说明问题了。日上免税在假装装修，但 Peter 觉得大概率是用不了这么大面积了。左一片的免税，右一片的免税都没有开门。烟酒的区域寥寥无几，没几个人。化妆品的区域就剩了这么一小股景，更是没人。Boss、Belly、夫拉、CK 这一排小二线也关得差不多了。不过这交通枢纽的餐饮还是带劲，下午3点这么多人，估计 Peter 收不着。总结起来，首都吞吐量极大的国际机场现在相对萧条。一方面，在这个经济周期，相较出国行，人们更愿意在国内穷游；另一方面，西方国家在脱钩的强力压力之下，也不愿意在中国撒币了。这是咋了？首都 T3为啥这么冷清啊？以前出发城的送客车辆络绎不绝，找个停车位都难的。内部大厅也是这样，看不到往日的喧嚣了。自助机上没有一个人办理登记手续，人工柜台上也是稀稀拉拉的几头人。再看看安检证，根本不用排队。候机位上几乎没人呢，难道是乘客没到吗？你敢想象吗？现在是周一的下午2点钟，在北京大兴机场的东航休息室，这个是唯一休息室，整个休息室里只有2个人。然后我点了他的这个一个过桥米线，还有这是今天的餐食，这个鸡丁非常嫩，这个鸡丁挺好吃的。然后这个是炒饭，然后我还是点了薄荷牛奶，这款饮品已经下线了，蛮好喝的，实在是太萧条了，与其他的航空公司的休息室相比，真的是天壤之别。中国2024年的境外游客入境人数远低于2019年，而日本、越南、泰国、印度等周边国家迎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。以日本为例，日本国家旅游局上个月发布估算数据称，日本2024年1月到11月访日外国游客数量高达3338万次，已超过2019年创下的全年最高纪录3188万人次。
根据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公开的2024年前3季度全国旅行社外联接待入境旅游情况，前3季全国旅行社接待总人数仅为505万，第3季度是旅游旺季，人数还不到200万人。有网友表示，看在眼里，痛在心上，网络都不开放，何来游客？这是中共抓间谍的后果。你在拒绝世界，世界也在拒绝你。外国人不来了，中国机场变得冷清了，首都机场、上海机场都没人了。我们来到了首都机场2号航站楼，现在是它的地下停车场，到这儿看看，哎，基本上没有车啊，你看看，全是空的。那天、昨天、前天我们来接，他从海南回来，也是这么空如也。再看看，基本上没有车。出发大厅还是没有人呢。我估计是不是早上起就我们这一班呢？估计啊，反正人很少，有点那个 VIP 的感觉。上海浦东机场现在的商业情况啊，给大家看看有多惨淡啊！找不着一家吃饭的地儿，这边基本上呢都是大家都在休息，在睡觉。这个卖特产的开着呢啊，上海味道。然后旁边的这个酒馆关门了。这个呢是一家做珠宝的，应该是 jewelry 礼品的，这个也关门很久了。然后再往前呢，这些就除了卫生间以外啊，就没有什么商业了，都是挡着的。以前到上海呢，老外就你会感觉到了国际机场就跟出国一样，现在整个机场的外国人加起来，这边整个都是空的，非常空旷。虹桥2号航站楼里面这么黄金的位置都在闭门歇业，实体经济确实挺差的。这个地方可是寸土寸金，今年整个感觉机场的人流也不如以往。暑假的黄金期间应该是比较多的出行和旅游的一个时机，但是今年确实还是比较冷落。可以看到这个机场人流量非常少，整个大经济环境确实和往年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，包括整个商业区也是闭门的很多。今年机场广告也大变样，以前都是被房地产、汽车、IT 行业霸屏，今年都变成广告行业的了。10个里面大概有5、6个，包括撬动、华宇华都是比较知名的，说明市场不好做了。一起看看晚上20点，真实的浦东机场国际区边检不用排队，基本没人。星巴克关门了，日上免税店只开了1个口，基本没人。这一排商店基本也都关门了，个别开着的也没看到顾客，有些免税店直接标注暂停营业。随着中国经济持续下行，没有等国强化对中共的制裁，在华外资企业纷纷撤离中国，转而投资东南亚、印度等国，显示外商对中国经济失去信心。中国还实施各种监管措施，加速外商撤离中国。中共推出国安法，让外商如履薄冰，他们一个举动，甚至是说错一句话，就可能成为间谍。这个老外说，他的妻子是北京人，他们在北京定居。近年来，很多老外都离开了中国。现在很多朋友都走了，从疫情开始到结束那个一段时间，好多外国人都走了。后来呢，感觉外国人也没回来，然后再加上没有新的外国人来，肯定不是说完全没有，但是我感觉真的少多了。至少我在北京这边的，我参加各种那个外国人的群嘛，我就发现了真的少了好多。然后你看那个群400多个人，但是说话的人很少，大家都走了。外国人正在疯狂离开中国。分享一组数据，长居中国的老外正在急剧减少。过去10年，法国人减少了40%，美国人减少了23%，德国、日本、意大利也有不同程度的减少。上海2021年还有20万老外，21年就只剩下16万了。望京作为北京最大的韩国人旅居点，曾经有10几万的韩国人，现如今可能就剩2万了。放眼全中国，外国居民占比只剩下0.05%，这个比例甚至还不如老挝、柬埔寨，更不用说日本与韩国了。老外街，上海的老外街，原来
灯火辉煌，人山人海。现在老外都走了，一个老外都看不见了。今天是周末，周末晚上的老外街没人。今天外卖小哥来带大家东一下老外街。我很早的时候就听说过这条街是富人区的街道。这里一条街，这是老外街的前端，然后靠近红美路。这条街基本上一个人都没有，然后店铺也有很多关了，倒闭的很少。因为能在这种地段开的，基本上都是有资金的老板。但这里他的店铺很多都已经关了回家了，过年这里几乎不营业的。我还第一次看到老外街这么少的人，疫情的时候也没有看到过。这里的商铺也是来来走走的很多，开不下去的也是很多的。这里就快到老外街的出口了，大家可以看到前面就是红梅路的那个出口，然后这里招商电话，老外街是一直在招商，从未停止过。外国人现在确实是越来越少了。你看，在这个我们以前有很多外企的很多高管，他们来到中国，那他们的太太，包括他们的亲属、孩子啊，都得来上海。就看到好多上海人，尤其是在19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外国人真的是很多。现在的外国人确实是少了，而且呢，各大高校里的外国人也少了。也就是说，来上海留学的人也是变少了。这个网友认为，老外走了，对中国经济伤害是很大的。其实外国人这一波他们的消费力还是很强的，因为老外他们是奉行了，他们基本上是不存款，他们基本上有多少钱就花多少钱，而且他们很多都是公司报销的，比如说吃啊、住，包括请保姆。那这也就导致了很多高档社区它的房租下降，包括很多高档小区它的你像保姆的费用都变得下降了。所以说，确实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。加拿大华人张先生去年回国处理事务几个月，他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感受。去年的1月底，他在上海外滩还有南京路看不到几个老外，北京变化更加明显，在前门根本就见不着老外。他说，我记得以前2014年去前门，那个时候老外特别的多，我看到老外还拿着旅游指南，而且还都问路呀，我印象特别深。张先生认为，中国真的是倒退了，再怎么闹这些签证政策，什么10天免签或者什么144个小时免签，是治标不治本的，根本吸引不到老外。一是上不了外网，第二是付款难。小粉红总说是可以用现金，就算接受现金，他们没法找零，比如奶茶店、饭店还有出租车等，你给个100块，人家不一定能找得开呀。张先生有一位发小从广州海关入境，感觉中国海关效率很慢，400多人排队，没有多少老外，都是来自东南亚、一带一路国家的。12个关口只有3-4个关口开放，等了快1个小时。他形容在台湾的海关丝滑入境，但中国海关一直问他的问题，翻他的护照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